我的右侧呢，这边是时光里啊，应该是保利的发展的一个商业中心。我们从这边来观望一下这条环市东路啊，你看现在都把路面抬高变成了高架桥。这个楼呢63层，当年呢是广州最高的楼。现在呢，我正对着的就是白云宾馆啊，可以来稍微观望一下这栋高楼。还可以看看我眼前的就是广州友谊商店。我觉得环酒店最气派的就是它的前台和琴台后面那种，应该是用金箔做的，具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的一个背景墙。大家好，今天呢，我进城了，和家人还有一些亲友吃饭。刚刚从番禺打了一个滴滴车过来的，我现在发现啊，真的打车比自己开车还是要舒服很多，而且从费用上讲呢，应该也便宜啊。因为你如果要从番禺自己开车出来的话，油费可能就几十块钱了。更要紧的是呢，任何一个商业中心的停车场，停车费都不菲了，起码你都要支付几十块钱。当然，有些餐馆呢是会免一些停车费的，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其实最终还是反映在这些餐费里面。我不知道怎么说呢，如果打一个车像这种一口价的话，也就是40来块钱，两个人分一下，其实一个人也就30来块钱了。我觉得这个费用还是比较能够接受和容易负担的。更要紧的呢是不用想着找位置停车，这有时候繁忙时段停个车也不是容易的事。现在呢，我已经走在了建设大马路上，这个边上呢就是叫中环的一个商业中心。你还别说，这个地方啊，真是就是有点是那种老街道开出了一些新商场，这个做利用的人还挺多。看到马路上到处都是人。走出这条建设大马路，前面呢就是环市东路啊，也是广州一直以来被大家称之为一个商圈的地方。但是呢，它发展的比较早啊，就没有像珠江新城那边繁荣更现代了。但是这边呢，毕竟也是广州的一个商业的热点吧。那我就打算呢，沿着环市东路啊，随意的走走。我的右侧呢，这边是时光里啊，应该是保利的发展的一个商业中心。那这个上面呢，其实也有很多的住家，都是一些住宅楼。这里呢就是环市东路了。这边还有一个楼梯可以上去。
这个地方呢，因为是我太太从小长大成长地方，所以呢，自然我以前来的也比较多。我们从这边来观望一下这条环市公路啊，你看现在都把路面抬高变成了高架桥。就在往前走呢，就是广州火车站，现在正在改造，将来会是一个专门的高铁站。现在在建一条联络线，有高铁联络线，从广州站一直去到广州南站。这条路上还是比较多的车。这边正对着呢一栋楼叫广东广播电视台。以前呢，在人民路流花公园对面的，我们跟他打了很多年的交道。这个应该90年代初才搬到这来的。现在我面对的呢是广东国际大厦，现在应该叫皇冠假日酒店。这个楼呢63层，当年呢是广州最高的楼。这个楼应该也是90年代初建成的，就是当年环市东这个商圈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因为当年麦当劳进入广州第一家分店呢，就是开在这里了。以前是开在1楼，现在是广发银行了。但是这个麦当劳其实还在应该在2楼，不过我们也好久没有来了。说起这个广东国际大厦呢，当年虽然轰轰烈烈建了这么一个大花楼，但是经营不善。到了应该是2000年多一点的时候呢，就被一个民营老板兴业的一个老板买去了。那这个老板呢，我跟他有一些关系，因为他是我的一个病人，当时还很豪气万丈的说买下这栋楼。但是后来听说呢，好像也是受到了房地产一些状况的影响因为他在南沙那边呢是一个开发商，有很多的土地，也有建了很多的楼。那现在当然也不知道这个广东国际大厦由谁在经营，是不是换了老板呢？还不管怎么说呢，我们也就是回味一下以前是这么一回事。好，现在我们准备下楼去。对面呢就是市政中环大厦。这个地方呢就是保利发展的一个商业，就在底下的这些层楼横跨着2个街区。好了，现在呢我已经在环市路由西往东的呢有走一走。我的左侧呢就是广东国际大厦前阵子呢在上海时间有限，但也尽可能的去上海的街头走一走，新的旧的街区都有我们现在呢回到广州，我们因地制宜不管去到哪里就随意的走走看看风景。当然某些熟悉的地方也可以回望一下过去。就人呢一生并不长如果在一个地方住了10几20年，应该是已经占了人生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因为这个里面呢留下很多的足迹，很多的记忆，美好的当然也不光是美好的，有时候也是五味杂陈。但是呢，人不就是应该这样吗？在一个地方呢就适应一个地方，随遇而安，心情呢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起伏那我们在重新走过无数次老街道呢，随意的逛逛。这边就是外贸的衣服香膏
还是跟以前一样，广东人就喜欢做生意，也不缺买家，不仅是国内的，也有更多的世界各地的人，大部分都是一些发展中国家。这里呢，其实是有一些独立的别墅这样的房子的。现在呢，就改变成一些商店了。因为我也不是这边出生长大的人，真的我也搞不清楚，像这种房子以前都是什么人住的。但是我知道这条路上呢，这种房子残留的很多。我们可以看看这里面，当然我从来没走进去过，现在都是各种各样的店家了。但实际上呢，依稀保留着以前的那种独立的类似别墅的房子的样貌，只不过呢，大部分都是已经变成了商店或者是餐馆。因为一直往前走，接近欧庄的地方呢，就有一个华侨新村。那里面的房子呢，基本上都是独立的，当然应该也不止独立的吧，自成一体的。据说以前呢是华人华侨在那边生活的区域。那我们也有认识人在里边买下一栋独楼，现在应该价值也不菲了。这边呢有一个广东实验中学夜宿学校，省实夜宿，但是呢以前并不叫这个名字。这里呢曾经是我的太太她曾经小时候在这边读过书的地方。还没有开学啊，现在应该是8月底，还没到9月份开学的时候。但是看到学校里面出来很多穿着校服的学生，已经早早在学校里面补课还是上课了呢。按照我太太说法呢，以前这片都是一些类似农田一样的地方，要不就是竹林，要不就是那种荒废的地方。当然我也想象不出来以前到底是什么模样，因为我来到广州以后呢，当年啊，这个地方是仅次于长堤大马路的，应该最热闹的一个商圈了。这个小花园里面看到一只大老鼠啊，穿街而过。现在呢，我正对着的就是白云宾馆啊，可以来稍微观望一下这栋高楼。这栋高楼呢，同样啊，应该也是广州，应该是文革期间吧。我记得是60年代后期还是70年代初的时候建成的一栋酒店，所以也是很神奇的。当年的时候，广州率先呢，还是要跟外面做生意吧，因为广交会呢几十年没有见到过，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接待、做生意、这些商客人入住的地方。这就是我现在正对着白云宾馆，我们也在附近稍微走走。这里呢以前是一块空地，现在就变成了停车场了。这里还做了一个小亭子。这个白云宾馆呢，是我们很喜欢到这边来饮茶的地方，就是吃早点啊，因为比较传统，味道也不错，价钱也比较公道。
当年的一个老的酒店啊，经过了几番改造，现在就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个模样。但是因为当年设计的原因啊，你看它的前台也好等等的地方呢，还是比较的朴素啊，所以但是可以看到这边是客商云集啊，这种包头的，还有印度的人在这边下榻做生意。这边呢有个叫立板广场啊，这是发展出来的一个商业的小街区。那么我们来稍稍的走一段吧。像是一条小的名店街，就是一些品牌的商店在这边开店的，大概是这样子的。这个喷泉还在啊，这个以前就有的一个小喷泉，这个上面呢还有几层，但是呢这个地方啊，大家可以看到面积并不是很大。它从这边出去呢，就是友谊商店了。友谊商店呢，当年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到，它也是和这个交易会啊配套的。所以友谊商店呢，据说成立的更早啊，应该是50、60年代就有的一家，当年应该是涉外服务这些外国人的商店。然后呢，它慢慢的也发展了起来。当年广州的第一家的超市，据说就是开在这里的。80年代的当时那种超市啊，就是 supermarket 这种概念引进来，这边是第一家。我不知道现在它还有没有这个 supermarket。那这个呢，就是友谊商店。当然这些也是经过了不断的翻修啊、增建，加了很多层，成了一个类似商业中心这样的一个所在。大家可以看看我眼前的就是广州友谊商店。那我看到的这一排呢是后来加出来的，当年建的时候呢应该就只有这里，慢慢的就转过来变成了更大区域的卖场。这个很有钟啊，现在是晚上傍晚6点整，所以开始敲钟了。我们来环顾一下，看看啊，这一片当年的一个商业热点啊，那现在呢几乎被大家就没有那么提起的一个地方。我的左手侧呢是广州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啊，就是一些办公大楼吧，底下当然也是会有一些商场，应该属于珠江实业集团的啊。现在呢，我再走回到黄石路，已经依稀可见的2栋米黄色的大楼，就是广州花园酒店。花园酒店呢是广州当年最早的3家5星级酒店之一。那据说当年是由廖凤凯的儿子廖承志在80年代初发起的倡议，就联合着当年的港商应该是由著名的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这个外形轮廓，然后在1985年8月28号落成的，应该是当年的国家主席杨尚昆来奠基的这么一个5星级酒店。想想看，85年到现在多少年了？整整40年了。所以呢，85年还是我刚刚来广州不久的时候，但是从北方的一座城市来到
当年改革开放的前沿，广州，尤其是就最早接触到环市东这个商圈嘛，当年简直就觉得说，就离这个国外的那种很近的感觉了。这个就是环市东路给我的有个印象，但是这里呢是过不了马路的，我们得去找一条小路才能够穿过马路。其实呢，当年是有计划说用一些高架的连廊就把这些几个著名的建筑物呢连起来，形成一个平台。很可惜呢，就没有做成功了。现在这个空地上呢，都是摆着一些摊档，就是各种各样的售卖吃的东西的小摊。上面有写环市东七夕市集。这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就是七夕这个民间节日要来到了，所以呢，摆一些出来，我觉得也不错啊。帮你减了，人家都减了20了，他那我30。看到很多类似中东人的面孔。现在呢，我要从友谊商店的连接处下面穿过去走一条隧道，才能够去到环市东的另外一头。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友谊商店门前的这条路呢，就是淘金路了。我们以前呢也有好朋友在友谊商店里面工作各位老兄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真的一别就是几十年了。这边呢，就是因为受到环市东商圈这个后面这淘金街以前都是一些民居，就真的不入流的一个街区，但是呢，现在也弄了很多的商店，也带旺了周围的这种商业。现在呢是走一段隧道，这个见到2个小朋友穿着校服，应该是小学生。今天是礼拜天，怎么都出来都已经上学了吗？差点走错路了，应该还没有到环市东路的对面。我的头顶上呢，应该是环市东路这条大马路了。这里呢，就来到了环市东路的南侧。这个地方呢，也是有一些故事能够让我回忆起很多事情的地方。因为我回来以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花园酒店里面，所以大家可能有点不相信。当年这个花园酒店里面呢，有一家外资的医院，那我很幸运的就在这边找到了我的回来以后的第一份工作。
你在这个花园酒店里面也不让进了吗？这里呢就是5号线的淘金的地铁站。明白啊，博士啊，要錢啊！现在我走到了花园酒店的门口，我的对面呢就是花园酒店，这里还是车来车往的。这门口好像做了些改造了，变成了一片小城了。我记得最早好像不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酒店的主体建筑呢没有重建过，只是经过了1-2次重新的涂刷就对了。既然来到这边呢，我们看看能不能在里面穿越一下啊。这家酒店呢，应该说现在的所有权已经交给了广州市政府底下的某个部门或者是一些机构吧。但是怎么说？这边的管理者还是从国外聘请来的酒店集团。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花园酒店里面了。看到这边除了凉风以外呢，以前的那种还保持着。这个对面呢就是有以《红楼梦》故事就是做的一个壁画，号称《红楼梦》里面的12金钗，其实讲的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故事吧。这个建筑还在啊，你看这个屋顶呢，应该是中国皇家园林的那种装饰。我觉得花园酒店最气派的就是它的前台和琴台后面那种，应该是用金箔做的，具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的一个背景墙，或者说一组壁画。据说当年用的这个金箔加起来有2公斤那么重。这也是我们经常以前搞活动的都会在这边聚集。现在我们就不逛了，稍稍的走一下看看就好了。这边还找了一个咖啡店。从那边过去就是花园大厦，有他们的商业的一些办公这样的大楼。当年我工作地方呢就是在这个里面。这个当时楼上的就是日本的驻广州的总领事馆，还有日本的商工会等等这样的机构。这就是大家看到的花园酒店。既然说是花园酒店呢，它其实是有一个自带的小园林的。那今天我就不去找，也不进去了。整体的感觉还是相当不错，保留着以前的那种韵味啊。包括它的一个瀑布的餐厅都还在。左侧呢就是它的国际会议中心，我们很多次在这边开会，或者是宴席都在这边。然后呢就来到了它的另外一翼。
这里呢就去客房了，这边还有一些艺术性的小店呢。现在看来商业都比较萧条，以前这边有一些航空公司，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机构。这就是华安酒店了，但是现在这边好像出不去了。我的左侧呢就下到地下停车场，这边空地呢就有中旅，还有一些其他的巴士公司啊，直通香港的直通车就在这边停靠上下客。我们再来看一看华安酒店。左侧呢就是地下停车场的入口。好了，我就告别我身后的华安酒店，再回到环市路，往前面走一点就到了我今天和家人吃饭地方。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6点多了。但是这个左侧这边呢是一片施工的工地，整个建设6马路就是一个整体被挖开的大工地。原因呢就是这边要建2条地铁的地铁站，一条是12号，一条是13号。但我不清楚是不是都和这个淘金站形成枢纽，就不清楚。大概再过个1-2年就可以完工了。现在呢都被围蔽了起来，整个建设6马路就是很难走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建设6马路路口正在施工的景象。这就是基本上我今天在环市路 City Walk 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基本上还是老样子，因为广州有了更多的城市发展的热点，那这种地方呢只能说是一个传统的商业区域，已经不是重点发展的地方了。所以呢很多人就去到了更多更受欢迎的时尚的天地。我呢因为家人在这边住，而且时常在这边吃饭，就时不时还是会回来这边走一走。正好今天有点时间，就拿着摄像机跟大家走一走，分享一下记录一下生活，也是给自己一些记忆吧。同时呢也分享出来让我的亲友，当然还有更多关心广州，曾经在广州生活过留下美好回忆的人们呢，也给他们看一看，给大家一些念想。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在环市公路商圈环市路上的行走呢就到此结束了。以后有机会在广州到处转转，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什么特别想要看的地方或者值得回味的地方呢，也不妨可以告诉我，跟我说空或者路过的时候呢，也可以给大家拍一拍你以前住过的，也许是你的家乡，也许你生活过一段时间，或者是你有兴趣想了解的地方。好了，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再见，拜拜。